话说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后，袁绍虽然元气大伤，但还是不死心，又集结了散兵游勇。曹操的谋士们一看，觉得不能让袁绍喘息，提议干脆乘胜追击，把他彻底打垮。荀彧：袁绍余党尚多，不可留患。曹操：甚是，吾当再击之。曹操听了很赞同，于是制定了一个妙计，先假装退兵，引诱袁绍追击，然后在仓亭设下重重埋伏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让袁绍有来无回，彻底解决后患。曹操：此计可成，吾必破袁绍。谋士：主公英明，袁绍必中计。没想到袁绍果然中计，浩浩荡荡地杀向仓亭。只见曹操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杀出，喊杀声震天，袁绍军顿时乱了阵脚，被杀得溃不成军，死伤无数。袁绍：中计矣，速撤。将军：主公，四面皆是敌军。这场仗打得袁绍是心惊胆战，他骑着马，在亲兵的保护下，狼狈不堪地逃离了战场。昔日雄风不再，只剩下了无尽的沮丧和败相，可谓是元气大伤。袁绍：天亡我也，无悔不听忠言。亲兵：主公快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袁绍回到河北后，士气低落到极点，加上之前连连受挫，痛失爱子，让他心力交瘁，一病不起。曾经的霸主，如今却病恹恹的，令人唏嘘不已。袁绍：吾心痛难当，诸子皆亡，何以家为？谋士：主公保重龙体，来日方长。却说曹操大破袁绍后，意气风发地班师回朝，洛阳城门大开，百姓夹道欢迎。这一战彻底奠定了曹操在北方的霸主地位，他的声望达到了巅峰。百姓：曹公威武，天下一统。曹操：诸位不必多礼，皆是将士之功。再说刘备，他原本在袁绍帐下，看到袁绍战败，知道北方已无他立足之地，他心里犯愁，思来想去，决定南下，投奔同宗刘表，去荆州寻求一线生机。刘备：袁绍已败，北方不可久留，荆州刘表，或可相投。关羽：兄长英明，吾等随你而去。就在刘备犹豫不决的时候，汝南那边有黄巾余党刘辟和公都作乱，他们听说刘备是个仁义之士，便派人来请他帮忙，想借刘备的声望来壮大声势。刘辟：玄德公仁义，愿助我等一臂之力。刘备：汝南百姓疾苦，吾岂能坐视不理？刘备心想，这或许是个机会，便应允了刘辟和公都。他带着关羽、张飞一起来到汝南，很快就收服了那里的黄巾余党，占据了汝南城，暂时有了个落脚点。张飞：哈哈，小小汝南，手到擒来。刘备：如今有了立足之地，不可松懈。没想到刘备占据汝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许都。曹操听闻后大怒，觉得刘备简直是阴魂不散，竟然又开始作乱，于是决定派兵去讨伐他，不能让他继续发展。曹操：刘备鼠辈，竟敢再起！谋士：主公息怒，吾等自去讨伐。曹操这次派出的是他的大将曹仁，带着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杀向汝南。曹仁是曹操的得力干将，作战勇猛，经验丰富，对付刘备的散兵游勇绰绰有余。曹操：子孝，汝去平了汝南之乱。曹仁：
末将领命，必将刘备擒来。刘备虽然有义气，但兵力装备都远不及曹仁。两军交锋，刘备军很快就败下阵来。关羽和张飞虽奋力抵挡，也无法挽回颓势。刘备只好再次狼狈撤退。刘备、曹仁兵精粮足，吾等难敌。张飞、三哥再战300回合。关羽、三弟主攻安危为重。这次失败让刘备深刻认识到自己势单力薄，无法与曹操抗衡。他只能放弃汝南，再次走上逃亡之路。看着身边寥寥无几的将士，他心里无限感慨，决定加速前往荆州。刘备：天下之大，竟无立足之地。简雍：主公莫忧，荆州刘表必可相容。经过一番长途跋涉，刘备一行人终于抵达了荆州地界。刘表听闻刘备前来投奔，身为同宗，他也不好意思拒绝，便派人前去迎接，算是尽了地主之谊。刘备：荆州到了，不知刘景升如何待我？刘表使者：刘荆州久闻玄德公大名，特派小人迎接。刘备和刘表在襄阳城中相见，场面十分客气。刘表毕竟是长辈，对刘备表现得十分热情，还亲切地称呼他为贤弟，言语间尽显亲近之意。刘表：贤弟远道而来，辛苦了。刘备：刘荆州后代，倍感激不尽。刘表设宴款待刘备，两人边饮酒边畅谈天下大事。刘备对刘表分析了袁绍和曹操的形势，并提出了不少治理荆州的建议，让刘表听得连连点头称赞。刘备：曹操势大，而荆州地利，当早图之。刘表：贤弟之言，深得我心。然而，刘表身边的重臣蔡瑁却对刘备心存芥蒂。他看刘备深得刘表器重，生怕他会威胁到刘氏家族的地位，于是开始暗中观察，心生歹意。蔡瑁：此刘备非善类也，不可不防。亲信：将军所言甚是，当早作提防。这蔡瑁心眼可真多，看刘备这么受器重，心生妒忌。他在一场宴会上悄悄设下埋伏，打算趁机除掉刘备。不过刘备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早有察觉。蔡瑁暗自嘀咕：哼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？刘备心想：此宴非善意也。幸好刘备反应迅速，加上刘表也并非完全糊涂，最终蔡瑁的计谋未能得逞。为了避免矛盾升级，刘表最终决定将刘备安置在靠近边境的新野县，让他远离襄阳。刘表：贤弟，新野之地，可为汝安身之处。刘备：谢刘荆州安置，倍感激不尽。刘备离开襄阳，来到新野，虽然是个小县城，但至少有了个暂时的落脚点。他看着简陋的县衙，心里明白自己的路还很长，未来的挑战依然艰巨。刘备：新野虽小，却是吾等战期之地。关羽：大哥勿忧，吾等兄弟在此。张飞：管他什么曹操、蔡瑁，都来便是。话说曹操在官渡大胜袁绍之后，虽然心里轻松不少，但袁绍余党还是个麻烦。这天，军报传来一个惊人消息，袁绍病逝了。曹操一听，眼睛都亮了，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机会啊！
他立刻召集谋士，开始盘算如何趁机一举平定河北。曹操、袁绍一死，他的几个儿子肯定要内斗，这河北就是我们的了。曹操不愧是个老狐狸，他立刻想出了一条妙计。他决定写2封信，一封给袁谭，一封给袁尚，表面上是劝和，实际上却是挑拨离间。他知道袁家兄弟本来就面和心不和，稍微一挑拨，他们非打起来不可，这样自己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了。谋士，主公此计甚妙，袁家兄弟必会自相残杀。曹操，哈哈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正是此理。却说袁绍3子袁尚，因为是幼子，深得父亲宠爱，继承了冀州大权，坐镇邺城。他年轻气盛，自以为能独霸一方。当他收到曹操那封劝和的信时，心里却不以为然，觉得曹操想趁火打劫，更不想与兄长袁谭分享地盘。袁尚，曹操这老贼想看我们兄弟相争，休想，冀州是我的，谁也别想分一杯羹。而袁绍长子袁谭此刻正驻守在青州，他自视是长兄，觉得父亲理应将大权交给他，没想到却便宜了弟弟袁尚。收到曹操的信后，他更是怒火中烧，觉得袁尚对自己不敬，决定要讨回公道，向弟弟发兵争夺冀州。袁谭，袁尚这小子竟敢独占冀州，我身为长兄，岂能容他如此狂妄？谋士，主公，曹操此信正是挑拨之计，但眼下正是出兵良机。果然不出曹操所料，袁谭被怒火冲昏了头，当即点齐兵马，浩浩荡荡地杀向冀州。袁尚听闻兄长来犯，也不甘示弱，亲自率军出城迎战。兄弟俩的军队在城外摆开阵势，一场手足相残的内斗就这样拉开了序幕。袁谭，袁尚，你这不孝子，速速将冀州归还于我。袁尚，兄长休要胡说，冀州乃先父所赐，岂容你夺取？曹操看到袁家兄弟打得不可开交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他知道现在不是出手的最好时机，于是他故作姿态，让自己的军队假装撤退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袁尚一看曹操退兵了，更加放心地跟袁谭死磕，完全没把曹操放在眼里。曹操，先退一步，让他们兄弟斗个你死我活，我们再渔翁得利。江陵，主公高明，袁尚定然以为我军畏惧而退。袁尚看到曹操的军队渐行渐远，更是得意洋洋。他觉得曹操不过如此，根本不敢与自己正面为敌，所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对付袁谭上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正是曹操设下的圈套，他一步步走进了敌人的陷阱。袁尚，哼，曹操不过是个胆小鬼，看我先平了袁谭，再回头收拾他。兄弟相争，往往两败俱伤。袁谭虽然是长兄，但袁尚占据冀州，兵精粮足。经过几番激战，袁谭的军队渐渐落于下风，损兵折将，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。走投无路之下，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曹操身上。袁谭，我军失利，袁尚势大，该如何是好？难道真的要败给这小弟？谋士，主公，不如向曹操求援，以青州为条件，或许他会出兵。袁谭听从谋士建议，立刻派了2位心腹辛平和郭图带著书信和厚礼去见曹操。他们一路跋涉，终于来到曹操军营。一番陈情之后，
他们向曹操承诺，只要曹操肯出兵相助，袁谭愿献出青州，俯首称臣。新平，我家主公袁谭愿献青州，只求丞相出兵，共讨袁尚。郭图，袁尚不仁不义，还望丞相主持公道。曹操听到新平和郭图的承诺，心里早已乐开了花。这不就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吗？袁谭献出青州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接收，同时也能借机消灭袁尚。曹操故作姿态，假意为难了一番，最后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。曹操也罢，既然袁谭有此心意，我曹某人就助他一臂之力，共讨袁尚。新平，多谢丞相，主公定当感激不尽。得到了袁谭的承诺后，曹操不再犹豫，立刻调集大军，浩浩荡荡地杀向邺城。这次他可不是假装撤退了，而是实实在在地奔着冀州而来。旌旗蔽日，战鼓雷鸣，曹操的大军如潮水般涌向邺城，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。没想到，袁尚还在跟袁谭苦战的时候，突然听说曹操的大军已经杀到邺城附近。他这下可真是傻眼了，前有兄长进攻，后有曹操大军压境，他这才明白曹操的诡计。情势危急，袁尚顾不得许多，只得仓皇撤兵，赶回邺城固守。袁尚，可恶！曹操老贼，竟敢如此狡诈，我中了计了。江陵，主公，快回城固守，曹操兵势太盛。曹操大军很快就将邺城团团围住，城头上旌旗招展，城下攻城器械密密麻麻。袁尚虽然被困，但他也不甘示弱，凭借邺城高大的城墙和充足的粮草，坚守不出。双方你来我往，僵持不下，邺城攻防战打得异常激烈。曹操，邺城坚固，一时难以攻破，众将士需加把劲。正当曹操为久攻不下邺城而烦恼时，一个老朋友来了，他就是曾经献计火烧乌巢的许攸。许攸一看战局，就对曹操说：“丞相，这邺城易守难攻，若想快速拿下，光靠强攻可不行。我有一计，可让袁尚不战自溃。”许攸，丞相，邺城坚固，久攻不下，徒耗兵力，我有破城妙计。曹操，子远快说，有何妙计能助我攻克此城？许攸指着地图，向曹操详细解释了他的计策。原来邺城附近有一条大河叫漳河，许攸建议曹操调集大量民夫，挖掘一条长长的渠道，引漳河之水灌入城中。他相信，只要城里一淹水，袁尚就是再坚固的城墙也挡不住，定会不战而降。许攸，邺城旁有漳河，只需引水灌城，袁尚必不战自溃。曹操，好计，就依子远之言，立刻动工。曹操采纳了许攸的建议，立刻下令调集数万民夫，日夜不停地开凿渠道。将士们挥汗如雨，挖掘声、号子声此起彼伏。经过数月的艰苦奋战，一条从漳河引水直通邺城外围的巨大渠道终于完工了。滔滔河水开始顺着新挖的渠道，汹涌地流向邺城。民夫甲，加把劲，再挖深一点，让漳河水灌满邺城。江陵，加快速度，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完成。没想到这滔滔漳河水真是来势汹汹，渠道挖通后，大量河水涌入邺城，城内地势低洼的地方很快就被淹没了。百姓们四处逃窜，军队也乱作一团，
粮食被炮，房屋倒塌，整个邺城陷入一片恐慌和绝望之中。坚固的城墙此时也变得毫无意义。百姓甲，水淹进来了，快跑啊！家里都被淹了。士兵乙，粮草都泡汤了，这样下去怎么守城？眼看城内一片狼藉，袁尚的2位将领殷凯和李福觉得大势已去，萌生了投降的念头。他们秘密联络城外曹军，约定开城陷将。没想到他们的密谋被袁尚发现了。袁尚勃然大怒，立刻将这2位叛徒处决，以儆效尤。殷凯，大势已去，不如开城投降，免得全军覆没。袁尚，叛徒竟敢私通曹操，来人，将他们推出斩首。处决了叛徒，也没能挽回败局。邺城已被洪水围困，人心惶惶，均无战意。袁尚知道再也守不住了，于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他带着几百名心腹，偷偷打开北门，趁着夜色和水雾，狼狈不堪地逃出了邺城，只留下一座空城。袁尚，此地不宜久留，速速从北门突围，保住性命要紧。天亮之后，曹操发现邺城北门大开，派兵入城探查，发现袁尚已经逃走。于是曹操大喜过望，亲自率领大军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座被洪水侵袭的冀州首府。邺城，这个曾经袁绍父子的老巢，就这样落入了曹操手中，河北至此大定。曹操，哈哈，袁尚已逃，邺城终归我手，冀州大定矣。话说曹操大军浩浩荡荡，兵临邺城城下。这邺城可是袁绍的老巢，城墙高筑，守军严密。曹操一声令下，攻城战就此打响，战鼓声震天，喊杀声不绝于耳，城内城外气氛紧张到不行。曹操攻城，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邺城。没想到袁尚和袁熙这2兄弟抵挡不住曹操的猛攻，眼看邺城就要失守了。城里百姓吓得四处奔逃，士兵们也乱成一团，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。2人赶紧收拾细软，准备弃城逃跑，真的是兵败如山倒啊！袁尚，守不住了，城破是迟早的事，快走！袁熙，只能往北逃了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曹操看到城内乱象，知道时机成熟了，他骑在马上，威风凛凛，向部下发出最后的指令：传我军令，全军冲锋，务必将袁尚、袁熙给我生擒。将士们听到命令，士气大振，准备发动总攻。曹操，邺城已在眼前，杀入城中，不得有误。将领，遵命。丞相英明，我等愿效死力。却说曹操的儿子曹丕年轻气盛，心想立个头功。他不顾父亲的命令，没有从正面大门进城，反而带着一队精锐，从城墙的缺口偷偷摸摸地先进去了。他想抢在所有人前面，抢得头功。曹丕，别管他们了，我们要抢在父亲之前，立下头功。士兵，将军英明，我们定会助您夺得头功。曹丕冲进城后，只见满城狼藉，他带着人马直奔袁绍家族的府邸。这府邸气派非凡，但在这战乱时刻，却显得格外寂静。曹丕好奇地推开大门，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想看看有什么发现。
曹丕，这袁绍的府邸果然气派，进去看看。随从。将军小心，里面可能还有残余分子。曹丕一进到后院，没想到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景象。在堂屋里，只见一个女子正低头哭泣，身边有2个老仆妇安慰着她。那女子虽低头，却能感觉到她气质不凡，让曹丕顿时被吸引了过去。曹丕，这是谁家的女子？为何在此哭泣？老仆妇，将军，这女子柔弱，您别吓着她了。曹丕好奇地上前，仔细一看，更是惊为天人。只见那女子姿容绝代，虽然脸上挂着泪痕，却丝毫不减她的美貌。曹丕的心脏砰砰直跳，他忍不住开口询问她的身份。曹丕，姑娘何许人也？为何在此地？甄氏。小女子甄氏，本是袁熙之妻。只见甄氏抬起头来，泪眼婆娑，却是明眸皓齿，姿色动人。她那一身华丽却略显凌乱的衣裳，更衬托出她的柔弱与美丽。曹丕看傻了眼，心想世间竟有如此美人，简直比洛神还要美。曹丕，真是天仙下凡，姑娘不必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甄氏，谢将军，小女子身世坎坷，无能为力。曹丕看着甄氏，心里已经打定主意，他立刻让人保护好甄氏，并且吩咐谁也不准打扰。他已经完全被这位袁熙的妻子给迷住了，仿佛整个邺城都失去了光彩，只有他一人闪耀。曹丕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随从。是，将军，我们定会保护好甄夫人。话说曹操随后也赶到了袁绍的府邸，他听说儿子曹丕已经先进来了，心里有点不悦。刚走进大厅，就看到曹丕站在一位绝色女子身旁，神情痴迷。曹操眉头一皱，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。曹操，丕儿，你不好好追击贼寇，在此作何？曹丕，父亲，孩儿方才在此发现一事，欲向您禀告。曹操看到甄氏的美貌，心里也有些惊讶，但毕竟是久经沙场的枭雄，很快就恢复了镇定。他沉声问道：“这位女子是何人？”甄氏吓得不敢作声，还是曹丕抢着回答：“曹操，你究竟是何身份？无需害怕，如实道来。”曹丕，父亲，她是袁绍次子袁熙之妻，名叫甄氏。曹操听说是袁熙之妻，虽然有些许迟疑，但见儿子如此喜欢，也不好服了他的面子。毕竟袁氏家族已败，这样的美人纳入曹家，也算是战利品。于是曹操点头应允了这门婚事。曹操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纳她为妾吧。曹丕，谢父亲成全，孩儿定不负厚望。却说邺城平定后，曹操召集众谋士讨论下一步。袁尚和袁熙这2兄弟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往了辽东，投奔公孙康。有人主张趁胜追击，彻底剿灭他们，以绝后患。谋士 A： 丞相，袁氏兄弟已是强弩之末，应当速速追击。谋士 B： 不错，应当彻底肃清，以绝后患，不可姑息。曹操听了众人的建议，觉得很有道理。毕竟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他当即拍板决定，传我军令，大军即刻开拔，直捣辽东，是要将袁氏兄弟绳之以法。军营中一阵响应。曹操，辽东虽远，亦要追击，不除此患，青师难安。
将领，遵命，丞相英明。我等愿赴汤蹈火。就在大军准备出发之际，谋士郭嘉却重病卧床。他听说曹操要亲自追击袁氏兄弟，心里焦急万分。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，但仍挣扎着，让人抬着他去见曹操。郭嘉，快扶我去见丞相，我有要事禀告。侍从。军师，您身体抱恙，不宜劳累啊。曹操见郭嘉病重还来，心里十分感动。郭嘉气喘吁吁地说：“丞相，万万不可追击。”他用尽最后的力气，开始阐述他的计策，字字珠玑，让曹操听得入神。郭嘉，丞相切莫追击，公孙康定会替您除去此患。曹操，奉孝，你莫要勉强，慢慢说下去。郭嘉解释说，袁氏兄弟现在走投无路，如果曹操逼得太紧，他们反而会团结一心。但如果曹操不追，公孙康看到袁氏兄弟势穷，又惧怕曹操的威势，为了自保，一定会亲手杀掉他们，将人头献给曹操。郭嘉，此乃借刀杀人也，丞相坐享其成。曹操，妙哉！奉孝此计，神鬼莫测。曹操听完郭嘉的计策，恍然大悟，心悦诚服。他立即下令停止进军辽东，全军撤回。将士们虽然不解，但还是听从命令。曹操对郭嘉的信任可见一斑，真是英雄惜英雄啊！曹操，奉孝之言，胜过10万雄兵。传令，全军班师。将领，丞相，辽东之路遥远，真的就此罢手不追了吗？却说袁尚和袁熙逃到辽东，以为终于安全了，找到了靠山。他们得意洋洋地去见公孙康，希望得到庇护。只见公孙康表面上热情接待，但眼神中却闪烁着不怀好意的光芒，心里盘算着什么。袁尚，公孙将军，我等前来投奔，还望收留。公孙康，二位远道而来，蓬荜生辉啊！果然不出郭嘉所料，公孙康为了讨好曹操，也为了辽东的安宁，最终还是选择了背叛。他将毫无防备的袁尚和袁熙斩杀，然后将他们的人头献给了曹操。曹操看着人头，不禁感叹郭嘉的先见之明，心中悲喜交加。公孙康，袁尚、袁熙人头在此，献与丞相。曹操，奉孝之志，实乃鬼神也，可惜未能与你同庆。话说刘备在汝南待不下去了，听说荆州刘表是个贤明的人，便带着赵云他们决定投奔荆州去。一路上他们风尘仆仆，终于快到目的地了。刘备，此去荆州，望能得一安身立命之所啊！赵云，主公所向，云誓死追随。刘备一行人抵达荆州后，刘表亲自出城迎接，场面非常热闹。两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刘表对刘备的贤德是赞不绝口，心里盘算着一件大事。刘表，贤弟之德才，世间少有啊！两人入了城，在书房里继续聊。刘表看着刘备，越看越觉得他有帝王之相，而且自己年纪大了，儿子又不成器，心里便萌生了让刘备继承荆州的想法。刘表，荆州若无贤能之主，何以安宁？刘表，贤弟，莫非天意如此？没想到刘表竟然提出了这样的大事。刘备一听，
吓了一跳，连忙摆手拒绝。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德性不足，不能担此重任，坚决不肯接受。刘备，兄长所言，备万万不敢当。刘备，备德薄才浅，何德何能执掌荆州？话说刘表和刘备在书房里密谈，府里的蔡夫人却隔着屏风偷听到了这些话。她一听到刘表想让刘备继承荆州，心里顿时就火冒三丈了。蔡夫人心想：这刘备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觊觎我儿的位子。蔡夫人心想：绝不能让这事成真。蔡夫人心想，她和弟弟蔡瑁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刘琮继承荆州，现在刘表竟然要传给外人，这怎么行？她气得脸色铁青，开始盘算着怎么办。蔡夫人心想：荆州基业，岂能拱手让与外人？蔡夫人心想：此人绝不能留。气不过的蔡夫人马上找到了她的亲弟弟蔡瑁，她把刚才听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蔡瑁，脸上写满了愤怒和担忧，请求弟弟想办法。蔡夫人，兄长糊涂，竟想将荆州拱手让与刘备。蔡夫人，弟弟，你可要为我儿做主啊！蔡瑁听了姐姐的话，也是勃然大怒。他本来就对刘备不太喜欢，他安慰姐姐，表示绝对不会让刘备得逞，已经想好了一个歹毒的计策。蔡瑁，区刘备，安敢如此大言不惭？蔡瑁，姐姐放心，我自有办法除了他。蔡瑁的计策是这样的，他打算设下一个鸿门宴，表面上是为刘备接风洗尘，实际上却在宴会上动手脚，除掉刘备，永绝后患。蔡瑁，我自设宴请他，席间将其除去。蔡瑁，此乃一箭双雕之计。计策定下后，蔡瑁便开始着手安排这场鸿门宴。他吩咐手下在宴会厅周围埋伏刀斧手，并准备好各种暗器，确保万无一失。蔡瑁，务必安排妥当，不容有失。手下，将军放心，一切已布置妥当。刘备不知是计，应邀前往蔡瑁的府邸参加宴会。他一派轻松，带着平常心赴宴，殊不知自己已经一步步踏入了蔡瑁为他设下的陷阱。刘备，蔡将军盛情难却，此宴当赴。赵云，主公小心为上。宴会上，蔡瑁频频向刘备敬酒，表现得异常热情。但刘备是个谨慎的人，他察觉到蔡瑁眼中的异样光芒，以及周围若有似无的紧张气氛，心里开始警惕起来。蔡瑁，玄德公，请进此杯。刘备心想，此人今日为何如此殷勤？在宴席间，刘表的心腹伊吉也来了。他悄悄观察到蔡瑁的随从个个腰悬利刃，眼神锐利，像是随时准备动手。伊吉心知有意，为刘备捏了一把冷汗。伊吉心想，蔡瑁此举必有图谋。伊吉心想，玄德公为矣。伊吉找了个机会，假装不小心踩了刘备的脚，然后小声提醒他：“蔡瑁有异心，将军速走。”刘备听了，心头一震，立刻明白了处境危险。伊吉，蔡将军有异心，玄德公速走。刘备，多谢兄长提醒。刘备收到警告后，不动声色地起身，向蔡瑁告辞，假借如厕的名义离开宴会。他步伐从容，实则心急如焚，只想赶快脱离险境。刘备，备内急，
容我暂离片刻。蔡瑁、玄德公请便。刘备一出了宴会厅，立马牵来坐骑的卢，翻身上马，头也不回地疾驰而去。蔡瑁见状，知道计谋败露，立马派出人马在后面紧追不舍。蔡瑁追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刘备地卢，快跑！的卢马跑得飞快，但刘备身后追兵紧咬不放。眼看前方却是一条宽阔的潭溪挡住了去路，溪水湍急，对岸似乎遥不可及。刘备心里凉了半截。刘备前有大溪，后有追兵，无命休矣。刘备心灰意冷，在绝望中仰天长叹：莫非天要亡我？他鞭打着的卢马，想让他渡河，但的卢却在溪边徘徊，似乎也知道这趟不容易。刘备天不助我，奈何？刘备的卢啊的卢，此番如何是好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奇迹发生了。的卢马突然嘶鸣一声，奋力一跃，竟然凭空跳过了数丈宽的潭溪，稳稳地落在了对岸。刘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刘备的卢，你救了我的性命啊！追兵，远处，天啊，那是何等神骏！的卢马一跃过潭溪，刘备终于摆脱了追兵。他回头望去，只见追兵们在对岸望洋兴叹，无可奈何。刘备深深地松了一口气，这才真真切切感受到死里逃生的喜悦。刘备多谢的卢，天不亡我。刘备此恩此德，铭记于心。话说当时刘备被刘表安置在新野这个小地方，虽然表面上是客卿，但其实手下兵马不多，地盘也不大，心里头真是郁闷啊。常常觉得自己空有一身抱负，却苦无施展的机会，每天都愁眉苦脸的。刘备哀，光阴似箭，我何时才能重振汉室，匡扶天下啊？却说刘备的靠山荆州牧刘表年纪越来越大了，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。他虽然占着荆襄9郡，兵多将广，可为人优柔寡断，对内政外交都处理得不太好，让荆州上下人心浮动。更糟糕的是，刘表的老婆蔡夫人，还有他的弟弟蔡瑁，这对兄妹俩在荆州权势越来越大。他们一心想让蔡夫人的儿子刘从继承荆州，所以对刘表的长子刘琦处处排挤打压，搞得刘家内部矛盾重重。蔡夫人，哼，刘琦那个不成器的，怎配掌管荆州？话说刘表的长子刘琦，因为蔡氏兄妹的排挤，在新野待得十分不自在。他心里不安，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就来找刘备这个叔叔，想请教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困境。刘琦，叔父，蔡氏兄妹对我心怀不轨，侄儿性命堪忧啊。刘备，贤侄莫慌，有话慢慢说来。刘备听了刘琦的诉苦，心里也替他难过。但他知道蔡氏家族势力庞大，自己又是外来客，不便直接干预刘表的家事。于是他只能给刘琦一些模棱两可的建议，希望他能自己想办法。刘备，家务事复杂，贤侄当谨慎应对，切莫轻举妄动。刘琦，叔父教诲，侄儿铭记于心。话说刘备正在为荆州的事烦恼时，
手下的孙乾忽然带来一位客人。只见这位客人仪表不凡，气宇轩昂，自称名叫丹福。刘备一见，便觉此人非同寻常。孙乾，主公，这位是颍川高士丹福先生，特来投效主公。丹福，在下丹福，久仰玄德公大名。刘备和丹福一番交谈下来，发现这位丹福先生见识非凡，对天下大事和兵法战术都有着独到的见解。他说话条理分明，分析透彻，让刘备茅塞顿开，心中大为佩服。丹福，当今天下群雄并起，主公当先固本培元，再图大业。刘备，先生之言，振聋发聩，被茅塞顿开。刘备简直是喜出望外，没想到在新野这个小地方，竟然能遇到如此高人。他立刻对丹福奉为上宾，常常请教他治国安邦的策略，感觉就像久旱逢甘霖，终于找到了可以倚仗的贤才。刘备，得先生相助，备之幸也，汉室之幸也。丹福，愿为主公尽绵薄之力。再说曹操那边，听说刘备在荆州又活跃起来，担心他会壮大势力，于是命令手下的大将曹仁率领大军攻打新野。曹仁是个性情急躁的将军，接到命令后立马摩拳擦掌，准备好好教训刘备。曹仁，刘备小儿，竟敢在我曹营地盘上耀武扬威，找死！李典，将军，刘备不可小觑，当谨慎为上。曹仁大军压境，新野城内人心惶惶。刘备赶紧找丹福商量对策。丹福听完，却是胸有成竹，微微一笑，对刘备说：“主公莫慌，区曹仁，不足为虑。我自有妙计，可让他有来无回。”刘备，曹仁兵强马壮，我军该如何应对？丹福，主公放心，此番曹仁必败无疑。丹福先是让刘备假装兵力不足，又使曹仁进攻樊城。他早就预料到曹仁的轻敌心理，在城外布下伏兵，准备给曹仁一个大大的惊喜，就等着曹仁一头撞进陷阱。丹福，曹仁素来轻敌，主公只需如此这般，诱他入瓮。刘备，好计策，就依先生所言。果然，曹仁中了计，得意洋洋地率军进入樊城。没想到城内空无一人，随后四面八方伏兵杀出，箭如雨下，曹仁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大败而逃，损失惨重，狼狈不堪。曹仁，不好，中计了，快撤，快撤！小兵，将军，四面都是伏兵啊！曹仁不甘心吃了败仗，回营后又跟李典商议。他觉得自己一时大意，所以才中计，决定卷土重来。这次他改变策略，想从另一边偷偷摸摸地进攻，给刘备来个出其不意。曹仁，此仇不报非君子，我定要让刘备好看。李典，将军息怒，还需从长计议。没想到曹仁的一举一动，早就在丹福的预料之中。丹福料定他必定会再犯，而且会走小路，于是他提前在博望坡设下埋伏，准备用火攻，要让曹仁这次输得更惨。丹福，曹仁狗急跳墙，必走博望坡小路，可设火攻。关羽，先生神机妙算，关某佩服。夜幕降临，曹仁的部队果然摸黑行军到了博望坡。只听一声号令，四面八方火光冲天，伏兵杀出。
曹军顿时乱作一团，人喊马嘶，士兵们被火势和箭矢逼得四散奔逃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小兵，救命啊！着火了，快跑啊！曹人，又是火攻，刘备哪来的高人？博望坡一战，曹仁损兵折将，惨败而归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计谋不仅被识破，还连吃败仗。这下子，他是彻底对新野的刘备军产生了畏惧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曹仁，此番败得彻底，刘备军中定有高人相助。李典，将军，我军元气大伤，暂且退避为上。刘备在新野连战连胜，多亏了丹伏的谋划。他对丹伏的敬佩之情简直无以复加，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贤士。每每谈及丹伏的智谋，刘备都赞不绝口，称他是旷世奇才。刘备先生之才，犹如江上在世，备何其幸哉！关羽若无先生，此战焉能如此顺利？曹操听说曹仁连吃败仗，心里非常吃惊。他问幕僚们，刘备军中为何突然出现如此厉害的谋士？程昱猜测，此人定是昔日与自己同窗的徐庶，字元直，因为避祸隐姓埋名。曹操，刘备军中何时出了此等高人？程昱，丞相，此人八成是颍川徐庶，字元直。程昱深知徐庶为人孝顺，于是向曹操献计，伪造一封徐庶母亲的书信，谎称徐母被曹操抓获，以此胁迫徐庶前来投奔。曹操听后大喜，立刻命人去办。程昱，徐庶至孝，只需如此这般，不怕他不来。曹操，妙计，妙计！就依先生之言。丹伏收到假信，得知母亲被俘，心急如焚。他向刘备坦白自己本名徐庶，因为孝顺必须前往曹营。临行前，他向刘备郑重推荐一位隐居的高人卧龙诸葛亮，说他才华更胜自己10倍。徐庶，主公，我本名徐庶，因母命难违，不得不去。徐庶，然此去，愿为主公推荐一位真龙，卧龙诸葛亮。刘备，先生，你可不能走啊！